来自54个国家的人员可以以免签的方式从我国的41个对外开放口岸入境，并在我国境内滞留72或144小时。自从我国对相关国家采取了免签政策之后，来到中国旅行的外国人的确增多了。有的美国专家在来到中国之后，看到大街小巷中几乎到处都是电动车，感慨简直就像是在演电影一样。那么，我国采取的免签政策究竟为国际交流带来了哪些积极的影响呢？中国对外国公民大量免签的政策背后又释放出了怎样的信号呢？众所周知，最近我国对许多国家出台了免签的政策，这些国家的公民在不用办理签证的情况下，就可以从我国的多个口岸入境，并在我国境内滞留72或144小时。这就意味着他们从相关口岸入境之后，就可以乘坐交通工具前往附近的地区游玩和探索。这对于加强中外民众的交流是一件非常伟大的创举。由于绝大多数外国人知道的中国城市不多，他们大多会选择在北京或上海入境中国，随后就近游览北京和上海的城市风光与名胜古迹。随后，他们还会在规定的时间内前往北京和上海周边的一些小城市进行游览。当他们看到了真实的中国与中国社会之后，西方媒体曾经精心编织的谎言瞬间就被戳破了。因为在西方各国媒体的镜头下，中国永远是一副穷酸落后的样子。西方各国媒体的记者总是非常热衷于找到一些极其落后的中国山村，并试图以这些山村的面貌来概括整个中国的面貌。甚至在一些西方媒体话术环境的影响下，一些西方人至今还认为中国的男人们都是绑着辫子的老顽固，中国的女人们至今还要裹小脚，这简直令人感到不可思议。当西方各国的民众一波又一波的来到中国之后，他们立刻被眼前的景象给震惊了，甚至就连一些见多识广的教授和学者都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成就啧啧称奇。事实证明，中国这一次积极对外开放的举措，不仅在客观上促进了国内的旅游业消费水平，同时也破除了堵在中国和西方国家之间多年的信息屏障，让西方各国的民众第一次有机会看到了一个真实的中国。正如前面所说的那样，大多数的外国游客来到中国后的第一站都是北京或上海，他们在走出机舱之后，立即就被北京和上海的城市风光给震惊了。因为在西方国家，像北京和上海这样的超大规模城市可谓是屈指可数，一些欧洲国家的民众甚至一辈子都没有去过这种全球性的大都市。在到达中国的城市中后，这些外国游客对一切都充满了好奇心，他们想要去尝试一切，也想要去了解一切，甚至有些外国游客还用自己的镜头记录下了旅程的点点滴滴。在国外著名的视频网站 YouTube 上，就有一些外国的视频博主发起了一个名为中国旅行的话题，只要带上这个话题发布视频，一定会得到不少的播放量。因为一些没有来得及前往中国的外国游客也感到非常好奇，真实的中国究竟是什么样的？中国人对外国游客究竟是不是像他们所说的那么热情友好？一名美国教授走在中国的大街上，不由得发出了自己的感慨，中国的科技实在是太发达了，因为中国的这些小巷几乎随处可见新能源汽车。而相比之下，美国和欧洲各国的街道上依然行驶着大量传统油车，仿佛中国才是掌握了人类科技先进技术的那一方，人类环保事业的未来仿佛被掌握在中国的手中。一些外国游客在品尝了中国的酱香饼之后，瞬间露出了极其满意的神色。他们称中国的酱香饼是人间美味，甚至有人跨越大半个上海，就是为了买到其他博主推荐的酱香饼。有一些外国博主甚至突发奇想，将酱香饼打包带上了飞机，因为他们并不希望自己的家人错过这种美味的中国食物。如果有机会的话，他们还会来中国再进行一次探险。一位来自加拿大的博主就感慨到，中国的美食文化应该是最具有包容性的文化之一了，因为在中国各种口味和饮食习惯的人几乎都能够找到自己喜爱的美食，这在一些欧洲国家是根本不可想象的。还有一对来自美国的夫妻用自己的镜头记录下了北京民众的日常生活，他们很快就被北京当地居民热情好客的态度所感染，他们认为中国人的好客态度要比西方人强多了。当然，由于中国和西方各国在文化和生活习惯上的差异，不是每一个外国博主来到中国都能够迅速适应中国的生活的。事实上，中国的一些生活细节也的确令他们产生了一些不适感。比如，一些外国博主在自己拍摄的视频中就抱怨中国街头的监控摄像头实在是太多了，但渐渐他们也理解了中国政府的这种安排，因为监控摄像头会降低犯罪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如果中国没有这些监控摄像头，中国的治安环境很有可能就会和欧洲各国处在同一水平线上，那对于所有人来说将会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灾难。另外，还有一些外国博主认为中国的移动支付并没有那么方便，但当他们体验了一段时间的移动支付之后他们也逐渐习惯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事实证明，中国人已经习惯的移动支付的确能够降低资金被盗的可能性，
对于普通的市民而言，移动支付带来的便利条件的确深深地改变了每一个人的生活。这些外国博主对中国的赞美之词，甚至还传到了外交部发言人的耳朵里。在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上，我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女士就对这些外国博主的言论做出了回应。而与此同时，人们也发现了中国政府做出这一系列安排的深刻用意。中国对各国民众采取免签政策的这一招，真可谓是一个无法破解的顶级阳谋。最近一名网名叫宝宝熊外国网红因为一句 City 不 City 的发言，就在中国的互联网上吸粉无数。他的话甚至还惊动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女士。毛宁女士在7月初举行的一场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就明确指出，我也刚刚了解到这个词的新用法。很高兴看到外国朋友们在中国享受美景美食，亲身感受生动真实的中国。毛宁女士还指出，随着中国不断放宽入境政策，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能够更便利地来华观光旅游。今年前5个月，入境外国人超过了1200万人次，其中免签入境超过700万人次。端午节假期期间，外国人出入境人次同比增长了57%。其实，中国对外国公民采取免签入境政策，就是想让更多的外国人看到一个真实的中国。这不仅有助于打破西方各国媒体塑造的信息茧房，同样有助于中国在与西方各国的博弈中占据上风。在冷战期间，美国就曾经通过大量吸引苏联留学生的方式，让苏联的年轻人看到美国和西方国家的优越生活，从而让他们产生对美国社会以及价值观的认同感。最终，美国的确用这一套手段让苏联从内部实现了瓦解。但当初的美国人恐怕做梦也不会想到，几十年后的中国居然会将同一套手段复制到他们的身上。一旦有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公民见识到了中国的优越生活与中国社会的优越之处，那么他们与西方各国政府之间的矛盾就会进一步加深，西方各国的反华攻势在这个时候也就不攻自破了。偏偏在这个时候，中国和西方各国都非常需要展开对外交流活动。面对中国的这个顶级阳谋，美国和其他的西方国家可谓是毫无还手之力。在不知不觉之间，中国的国际形象就迎来了天翻地覆的改变。那些亲身感受过中国社会生活的外国游客们，会化身为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宣传员，不断地向全世界展示着中国先进和优秀的一面，并将西方各国媒体编造的谎言一一击破，将真相摆在人们的面前。中国从来就不希望与任何国家为敌，中国的发展也不会成为任何国家的威胁。我们只是希望在发展自身实力的同时，促进与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与平等合作。当前，中国政府采取的一系列积极手段，正是为了促进各国人民相互了解、相互合作的国际大局。也只有当前中国采取的手段，才能够真正的让这个世界实现互知互联、相知相通的目标。中国无疑已经走在了世界开放和交流的最前沿，未来中国开放的脚步必将会越走越快，中国对外交流的大门也一定会越开越大。这不仅是独属于中国人的浪漫，同样也是属于全世界人民的一桩盛事。在中国和各国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之下，世界人民大团结的口号终有一天会成为人们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实。而我们当下所做的这一切，也正在让我们离那个人类社会的终极目标越来越近。